闪光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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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回事这车？等会儿，咋会停了呢？车？走，快走！事故发生后呢，我们也是现场拍了照片和视频，然后就赶紧撤离了。我们来到了市里的保险公司，准备定损赔偿。这里面卡子断了，这块卡子断了，然后这里标烂了，标裂了，然后里面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中网，对，中网，我看，就这里，中网裂了，然后这个上面的漆，幸亏我的大灯啊，大灯，大灯没事儿，大灯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事儿啊？打开看一下。你抛光吗？我这上。这不好抛。这咋搞？这好像凹进去了。我摸了，凹进去一点。对方呢是辆哈弗 H6，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碍，只是有一点点剐蹭和掉漆。这个也是吧？这个给你修复一下吧。我的车头低啊，你铲进去。那这边让小飞了。还没伤到底漆。能抛出来？我觉得可以吧。抛一下，可以抛出来。拍都拍不出来，我觉得太小了。定损完之后呢，我们就各自去了自己的 4S 店来进行修车。我来到了广汽本田 4S 店啊。对于这起事故的责任呢，我是全责，因为追尾的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后车的责任，没有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所以这个我也认了，走我的保险，我给他修车，然后我自己再修我自己的车，全部都是出的我的保险啊。地上放的这些箱子呢，就是新的配件啊。经过定损之后呢，我的车损坏的部分是中网、大灯支架、前保险杠有点掉漆，需要喷漆，这就是全部的损坏。现在工人师傅正在给我拆解，看一下这个前防撞钢梁也是有一点变形。这个前防撞钢梁还是比较软的，它起到一个变形缓冲的作用。那这点变形呢也不影响，待会儿工人师傅给它钣金回来就行了。前杠拆掉了之后呢，再次仔细的看一下我的这对大灯看看有没有损坏。我就怕大灯的卡子断掉。不过还好，我的大灯没有什么问题。这对大灯还是非常贵的，是日本 COMPLUS 原装进口的。师傅已经把我的中网拆下来了，现在准备喷漆。那么喷漆呢，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喷好的，我也把车扔到 4S 店进行了修理。那这几天呢，我只能坐公交车进行一个通勤了。那过了几天呢 ，4S 店打电话告诉我车好了，然后我就来 4S 店取车。看一下我的车已经被修复完了啊，包括侧面的这个地方，我也一起让他给弄了。因为之前我的侧裙这个地方碰到了马路牙子，也是凹进去了一块，然后掉漆了，然后也给我修复了。然后这个漆喷的也非常棒，然后这个磨砂、这个颗粒的这种感觉也是恢复出来了。看一下这个前杠的缝隙也是严丝合缝，做得非常好。师傅正在进行最后的打磨，这个漆的颜色喷的也是和其他地方非常的匹配。不得不说 4S 店修车修的还是非常的好的啊。
好了，我的车算是修好了，修的也非常的满意。然后这就是我换下来的中网，看一下，这一道明显的裂痕，看到了吗？然后这里也裂了，这里也裂了，我的红章也裂了，哎，现在装了一个原厂的标，红章就离我远去了。丢垃圾桶吧，这垃圾桶有点小嘞。我的这个车后面的红章也掉色了，看没有那么红了。我准备把它抠掉，也换一个原厂的银色的标。好了，车也修好了，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大事吧，并没有什么大碍啊。我感觉修好以后跟之前没什么两样，算是完美的修复了吧。然后之前看很多网友给我留言说的，刘师傅你什么时候换车呀？刘师傅你该换一台车了呀，这个车不太适合你啊，太小了呀，怎么的。收到过很多类似于这样的留言吧。换车的话呢，我暂时没有换车的打算啊。为什么呢？就是我这辆车够我使用啊，够我使用。我的身高有1.82米啊，你们可能觉得我一个1.8米的人开这个飞度，会觉得我坐在里面很局促。就是我之前发自驾游视频的时候，因为我本身驼背嘛，可能我开车的时候，你们可能觉得我是故意要这样缩着开，其实我是有点驼背，就是这是我的一个坏毛病吧。其实我坐正啊，我的头顶还是有1拳的距离的，就是我坐在里面并不会很压抑，然后就是我的坐姿呀什么的都可以。就是你们担心我坐在这里面比较挤，我觉得这个不挤。至于说家庭使用呢，我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家3口来使用这台车，拉着我老婆和孩子，那这样使用也完全够用，他们坐后面就行了。娃娃不在的时候，我老婆坐副驾就行了，就够了。空间这块的话就够用了，后备箱再加上我个车顶行李箱就完全的够了。再来说一下这台车的使用成本，本田飞度这个车的使用成本真的非常的低，我1个月加3箱油就够了，1箱油200块钱，现在的油价可能贵一点，220块钱，1个月3箱油足足的够了。就是我随便开，我每天上下班接娃娃买菜，然后1个月可能还带着我老婆回上1-2趟娘家，就随随便便的就够用了啊。就是你敞开了开不要去在乎这个油钱，你就是敞开了开，1个月700块钱油费打住了，然后加上每年的保险、车位的停车费，养这个车的费用1年大概在13000块钱左右到头了。养这台车还是非常便宜的，这个车还是非常省钱的，从来没有出过故障除非是我撞了，就是它自己出现问题没有，从来没有。开这个车5年了，没有出过任何问题。质量这块还是非常好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车可以玩可以改，就是大家也知道我平常喜欢自己动动手收拾车呀，改一改车呀，自己拾到这样子也是一种乐趣。你看我的轮毂就有好几套，轮胎有好几套，然后我的车里面包括这个换挡的快拨呀什么都是自己动手，既可以满足我玩车，也可以满足我用车这是一个基于多种优点为一身的这么一台小车非常的好，用起来也非常的舒服。还有就是这个车身小，非常适合在城市里代步，停车呀，然后走街串巷呀都非常方便。所以说我在使用这台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所以说暂时不会考虑换车。如果真要让我换车的话，现在我也不知道要换什么车，没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车型。就是我理想中我以后想要换的车呢，以后要么换一辆硬派的越野，要么换一辆大一点的 MPV 这样的车，但是一定要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新能源。我下一辆车一定要买一个新能源车，就是纯电动这样的。我对这个电车还是非常向往的，未来就是把这辆车开上几年之后，可能再过几年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发展会更加的成熟，到时候买上一台电动车。好吧，这个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